这段视频里，一个人拿扳手猛敲地面，在接触汽车的挡风玻璃就可使玻璃应声爆裂。还有人用音叉形撬杠敲击地面，同样能瞬间破窗。似乎只要敲击的物体长得像音叉，就能靠敲击后的余震击碎玻璃。看来想搞清楚其中的原理，需要首先研究音叉是如何振动的。通常乐器店卖的音叉都是不锈钢制作，一体成型。如果单看它的叉齿，可当作根部刚性约束的悬臂梁，其振动波形是波峰波谷原地交变的驻波，并且有多个固有振动频率。当它以最低固有频率振动时，会绕着根部摇摆，称为一阶阵型。以次低固有频率振动的二阶阵型则变成了拱形。当以第三低固有频率振动，其三阶阵型又会变成 S 型。可是音叉和悬臂梁构造不同，敲击时它的高阶阵型很难激发，导致振动以一阶阵型为主，其叉齿会对称横向摆动，叉柄则同步轴向伸缩，这样质心不仅能保持静止，而且叉齿的对称运动还抑制了振动能量向叉柄传递，因此音叉的能量主要通过叉齿前段压缩空气来释放。但猛敲音叉形状的撬杠，冲击能量几乎都被人体吸收，仅有极少能量引起叉齿弹性振动，齿部激发的空气升压朝着周向和上方辐射，威力仅限于听到叮的一声。虽然撬杠短暂维持着微弱振动，但接触物体振动会急速衰减，能量既不能持续输出，也难以和玻璃固有频率相同，因而不能像发出特定音频的大功率喇叭一样引起玻璃共振自爆。再看和音叉形状相似的扳手，由于它的活动齿不是刚性约束，导致两个齿无法像音叉一样对称运动，会使振动能量经手柄被人体吸收，碰到玻璃时早已凉透，效果还不如撬杠。所以扳手破窗的视频其实是镜头外的狗敲玻璃原理。虽然扳手或音叉破窗是假视频，但子弹击碎玻璃球的镜头可是如假包换。那么在高速摄影机的超慢镜头下，这个玻璃球的爆裂过程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如果将玻璃球切开，研究其中的质点，会发现这些质点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弹性力。用榔头敲击玻璃球，冲击力就会推动质点移位，并在弹性恢复力牵拉下做纵向的疏密振动，以及横向的剪切振动，形成介质里的弹性波。其中疏密区块的传递表现为纵波，速度大约5000米每秒，而质点逐层错动表现为横波，速度约2到3000米每秒。再进一步观察玻璃球表层扩散的横波，发现由于质点在逐层向内错动，使表层材料因形变内弯而受到拉伸，产生拉应力，相应的内层材料受到压缩，产生压应力。由于玻璃这种脆性材料抗压而不抗拉，导致撞击点附近被弯曲拉伸的表面因超过材料的抗拉强度而断裂，使得裂缝以2到3000米每秒的玻璃横波声速向四周延伸，形成放射状破裂区。但玻璃球被子弹击中时，由于冲击载荷过于强劲，使质点剧烈位移，就导致纵波区块的疏密程度和传递速度瞬间增大，形成了压缩性跃变增强的冲击波。按我们的习惯说法，这就是玻璃里的球面正激波，而这道激波的前进速度也远超玻璃的纵波声速。同时，激波面碰到玻璃球表面的自由边界，就会反射成一组膨胀波，使波面扫过的表层材料膨胀外鼓，在球面上形成凸棱，从而在高速摄影机下通过凸棱移动展现出冲击波运动的轨迹。经估算，冲击波在球面上的移动速度为13700米每秒，大约是玻璃纵波声速的2到3倍，并且刚才提到表层裂纹是以玻璃的横波声速扩展，要比冲击波慢得多，所以测得裂纹扩展速度只有2350米每秒。这说明弹性波导致的拉应力过载是玻璃球表面破裂区扩大的原因。看来只有施加足够强的冲击载荷才能击碎玻璃，而想靠扳手的余震破窗必将遭人耻笑。我之所以十分肯定，是因为我昨晚已经用邻居的汽车试验过了。